来吧，新玩具！今天我们来玩小比例的铁渣，正好魔方 NA 这两家几乎同时期出货啊，我也是同一时间拿到的。正好咱们这一回做一个横向的细致对比，视频也会分为上下两期来详细的介绍一下人形和龙形不一样的地方。第一期我们就来看一下 NA 的做的怎么样吧。盒子的包装设计依旧是这种很复古的风格，透明开窗，龙形放在里边可以直接看到内容物。制品方面 ，NA 只有一份线稿的说明书。配件内容：一对张开的替换手型，手腕这个地方是可以旋转的。铁渣的大枪，但是 NA 这一回的版本只带了一个武器。但和魔方不同的是，这回会带龙形的脚发波的那个特效键，也不算发波吧，发电，滋滋滋滋滋。其实对于 NA 的角色来说啊，他们家的这个漆面做的都是非常漂亮的。你所看到的几乎每个面上面都是用漆涂出来的一个表现。背包这里也会显得比较干净啊，并不算太大，虽然也有一些。左右这里呢，因为背包中间支撑的棍子关系，所以会有一点点贯通的光。人形的身材比例方面做的还是挺漂亮的，但是呢 ，NA 这一回并没有做那种宽胸的铁渣，就没有那种壮汉的感觉，是直接一个窄肩竖着下来的。腿部的后边这里吧，因为变形的需要，龙的尾巴藏在了小腿肚子上边，这里就有点影响美观了。虽然说正面摆放看起来的话还是比较完整的，稍微往开劈一点腿，就容易看到后边黄色的部分，隐藏度不是很好。再加上这样看起来，腿肚子会显得很厚。面雕方面刻画的不错，红头版的铁渣，眼睛是用金属漆涂出来的，包括脸颊上边的两块白色也是涂漆，这一点是还原动画片里边的样子的。头部360度的旋转没有问题，开口的球碗可以进行一定幅度的抬头，肩膀平举90度。360度的旋转没有问题，但是让一下后边翅膀的位置。此外 ，NA 特意多做了一个蝴蝶的关节，让肩膀这里有一个独立的活动位置。二头肌可以旋转，胳膊肘的位置是双段的关节，所以曲臂的幅度可以对折到很大。这一块我很喜欢 NA 这一次的一个设计点啊，它把铁渣龙形这一块前足的部分。它做了一个质量转换的技术，非常巧妙的一个变形结构，让这个大脚趾变成了小脚趾，并且在龙形状态下，一个偏着很斜的梯形，又变成了这种正切面的和手腕造型烘托出来的一个形状。我觉得这一块的结构啊，设计的非常的巧妙，尤其用每个边。每个长度的边，每个角的位置叠出来的这么一个质量转换的感觉，不禁会让人想起来08动画的官方玩具在设计时候的那种精妙感吧。08的曲线做的妙就妙在这一点啊 ，NA 这一回能把这一块这个风格保证下来，我觉得虽然不是08动画的角色，但是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，恰如其分的一个设计，非常非常的赞。腰部360度旋转没有问题，同时独立做了弯腰关节。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深灰色的轴，这一块是全部能折动的，很好啊，这块可动做得很不错。裙甲后边是整片可以撩开的，所以前踢90度不会干涉。后边的裙甲完全的打开以后，后踢劈叉也能打开一个非常大的幅度。特踢关节的支撑力度也不错，90度都是各方向没有问题的。大腿根部左右有旋转，膝盖这里一段的关节，但是这个屈腿的幅度还挺大的，差不多能有个120多度了，很不错。小腿部分这一块是为了收纳龙的后肢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这个小的斜切三角啊，也是一个质量转换的搓动的感觉。它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收纳后边这一块黄色的尾巴的零件，所以把这个龙肚子啊，等于是扎宽了一截，把这个尾巴包了进去。虽然说这一块黄色其实没有包裹得很好，这个面露着啊，我刚才也说了，这个颜色露出来可能有碍观瞻，但是这一块的形变增加空间，这个结构也是非常巧妙的，很好，我很喜欢 NA 这结构师的一些想法。腿肚子里边这本身加了一块盖板吧，填的还是比较不错的，包括尾巴这一块，这里的巨压也能完美的契合过来。但是
也是因为颜色的关系吧。其实我想一下，如果把尾巴里边的这个面儿涂一下灰色，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啊。因为毕竟它是个里边的面儿，它变形起来就夹住了，也看不到。其实可以尝试把这里改一下，脚丫子整脚的接地，算是个整脚吧。其实脚后跟这里也不干涉，而且这一块脚底板的变形也很巧妙。所以 NA 的这款铁闸，我们刚才在看细节的时候就说啊，这个变形结构是相当有想法的，特别的好玩，也能感受到非常巧妙的质量转换。这个是 NA 的设计师一直以来带给我们的一种惊喜感吧。那么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这回的变形结构。黑盒是龙形的状态，也是为了两方面的对比，我们先从一个逆变做起吧。注意看前方这里的这个小脚趾是假的，我们把它折叠放进去，堆平，然后前方这里有一个盖子，打开，手腕180度，把拳头藏进去，扣子盖住，再把后边这个大一圈的脚趾顺着这里双段关节往出一撇，哎，看这个形状的转换真的非常的妙啊！我们拉近看，对比一下这两个三角的一个尺寸转换，这就是记忆在动画片里边很多这所谓质量转换吧，就是作画 bug 的地方。但是呢，这么变形的话又好玩，处理完的效果又好看，还有这个脚趾头好像还是个合金的，玩起来也不会很担心的那种，真不错呀！巧妙、简单、实用。NA 的设计真的很绝啊！接着我们上半身的变形，先把这块的蝴蝶关节往开撇一撇，让出这个缝隙。哎，脸颊旁边的这两片头盾的位置提起来。注意看根部这里有一个挂钩啊，顺着这个地方把钩子脱开，同时下方根部这里双关节往出提拉。背包这里先脱开，然后张开胳膊。胸口这块的变形也很好玩啊，它藏零件藏的特别好。后边的这一片90度，然后打出来拽着它拉起，再往下顶一顶，顶出来边缘的这个缝隙之后，把这一片面板往回再折一个90度，看中间就空了。哎，再转，脑袋跳跳，再转，把这里边顺势左右打开。这是肚子下方的护板。好的，贴过来，脖子这一块就完全的隐藏在了这个空间里边。肚子这个旋转来回玩的还是很用心思的，有趣。再来看龙的头部，脖子根部这里有一个滑槽，我们现在可以往出拉，拉到头以后，脖子就有左右的旋转了。嘴巴这里打开。下巴旋转180度，同时可以看到里边有一个棍子，将来是插特效键的一个窗，把它放平，盖起来。龙头旋转下来，可以看到在人形背包的时候啊，它两个角是贴平的，有点像牛的那个角，还是那种就美国那个公牛的那种感觉啊。哎，变成三角龙要有一个立体的质感，我们先把它立起来。上方这里脑门有一个滑道，再往下压。压下来的同时，下巴这里也跟着下来了，可以说中间这个连件是贯通在一起的。哎，头也鼓了起来，饱满了很多，脚部贴平，后边的这块头盾再立起来，可以看到这里加了一个合金的零件，起到支撑的稳定效果。想的还是很细致的。哎，龙头我们现在也变好了，接着就是往里边扣合了，把这板压下来。小翅膀的根部这里，注意翻起来，这两个边缘的卡角，大概有了现在的样子。我们来处理下半身，拿出一条腿来，我们着重说明一下。我跟大家讲，我真的也超喜欢这条腿部的变形设计，质量转换玩得很溜，但也是为了藏这个龙的尾巴吧，所以这一块并不好看啊。脚丫子下边这个脚底板填的是很平整的，它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零件。腿前边腿背的这个部分啊，也是符合了动画片里边的一个造型。所以呢，这一块是怎么转换？先把脚尖转一个90度，腾开这两个灰色零件旋转的空间，哎，这个脚就不挡了。脚底下这里啊，半圆的这一块，不1/4圆吧，三角形了都。双关节对折拼起来，钻过这个洞去。然后注意这儿有一个上下的滑道，
提，哎，再拼。所以你盖过来就会发现，这样在龙形状态下是一个隆起圆滚滚的后背。哎，在人形的时候呢，你把这一块切过来，切到了脚底板，补足了这一块的空洞，还把这一块拼齐，还切出来的这个边缘向动画片里边的那个腿背的造型去致敬。这个就很08动画哇！这个是我喜欢08动画设计的一种感觉啊。接着后边再来看腿肚子里边的一个空间转换，先把这个暗处的扣子拆开，打开这块板，这边的外侧啊可以看到，其实它这个铁渣的腿是藏在这里边的，这里有一个切分线。后边呢，打开这个扣子，你会发现上下2个扣眼，把龙的后肢翻出来。这个时候根部这里，最后其实是要通过这个双关节折叠往上贴到这里，插到这个扣子里的。在咱们理论上认为，其他变形金刚里边，不管第三方还是官方，很多的龙，尤其铁渣腿肚子设计的时候就是这样，打开盖子，对吧？把龙腿藏起来，然后再盖上盖。但是 NA 这一次的腿设计为啥不这样呢？你可以看到，它如果是直接打开盖子这样翻的话，它脚底的这一块是一个斜切的角度，并不是垂直水平下来的。目的其实是为了藏龙尾巴这个三角区域，所以它做了一个形状的畸变，这样就会多出来一个三角的空间，来把腿里边藏这个龙的尾巴。这个效果做的非常的巧妙啊！所以当你把这2块旋转放下来以后，你就会发现，哎，垂直水平打出来了。这里一个斜的这三角区呢，又用这一块面板给你挡了起来。哎呀！这个形状转换真的很好玩啊！好，这块就张开吧，我们又不用管它，把这块腿盖回来。2条腿变到同样的程度，可以把中间的扣子直接先结合上，插住。哎，尾巴这里张开，顺着膝盖下方的这个关节，很经典的180度翻折旋转，贴过来。哎，再根据这个关节折叠，把龙肚子这里先包起来，这块打开。注意这一回扣就要提上来，扣到这一档的，包成这样圆滚滚的效果。一侧的尾巴尖儿翻出来最后一节，把中间所有的扣子插上。这个连接杆中间也有一个插扣钉上，然后顺着这里双关节往上翻，扣子插住，尾巴就变出来了。哇哈！我们再来盖这个背包的盖子，左右放下来，注意刚才翻起来边缘这里的地方，龙腿挪开，这里会出现一个扣子，把这里包住。用翅膀多出来的这个边儿，从上方这里看，有一个圆滚滚的蛋形身材。所以你不论是从上面看，还是从侧面看，这个铁渣的肚子都是圆不溜溜的。肚子这下方呢，是从后背里边伸出来的这个盖子，隐藏度很好啊。这回再跟翅膀下方这里的扣子结合。身体变形完成之后，龙后肢往前旋转。从这个方向打开，然后让人诟病的就来了。打开这一片盖子，里边这的后肢翻出来，盖子贴合，然后这里边有一个爪子尖儿翻折出来。所以啊，NA 的恐龙啊，很多都是这种，打开以后这里边的四肢这中间是中空的，非常影响美观。但它这个毕竟是要折叠收纳下半截的，它为了叠放藏起来，所以这个空间呢也没办法。倒是你在外观这里看的话，也不是影响很大的那种，毕竟它跟这样遮起来了。但这一回的铁渣更明显的是，它这个后肢的脚心也是空的呀，对吧？如果说这个地方是为了收纳这一节的话，那这个地方仅仅是为了藏一个脚尖儿，留一个大窟窿啊，非常的有碍观瞻。
那么好，非常好玩的一个 NA 铁渣的变形过程就是这样了。可以看到啊，身上有许多不合理的烟不合变大缩小的形状，那种很变态的转换，在 NA 上边都能用那种非常巧妙的结构给你转换出来，很不错，我超级喜欢这个设计。但是你要说这款铁渣完美吗？我觉得变形结构来说是要比淤泥好玩，但最后两个形态处理完了，并没有前作自家淤泥做的那么完美啊。可动性方面，前肢这里是人形的胳膊啊，所以可动性是没有问题的，而且我很喜欢这一块形状的转换。后肢这里该有的关节也都有，来回的旋转问题不大。尾巴这里是多段的活动关节，有3段左右旋转，并不能上下移动，而且感觉这个尾巴会做得很短。头部这里嘴可以张开，脖子这里因为有一个往前拉出的滑槽，所以左右旋转这样的幅度摆头会很大，点头抬头也有一个不错的活动关节，可惜不能左右这样去旋转。接着也是大家更关心的，和同期推出的魔方的铁渣进行一个横向的对比啊。上集我们就来先做龙形的一个对比，可以看到两款的体型是有一些差异的。NA 的这个会更加的圆，更加的鼓一点。魔方的这款龙形会呈现一个水滴状，前粗后窄，而且尾巴的部分，魔方这里会更长一截。NA 的这一块啊，突然一个滑坡落下来，露着一个小尾巴尖儿。但是魔方的龙尾巴这里是没有可动的。NA 这里做了3段的活动关节，可以来回的摆动，但确实你做了轴以后，这里就要切下去一块，会有一些挡脱肉，而且明显的感觉到弓起来的这个幅度 NA 要比魔方更高一些。身上的这些细节刻画和动画片里边的样子几乎是差不多的，但区别在于魔方的这一块更加的靠下，灰白色的这个方块在身体的侧面。NA 的这一块更加靠上，这个小方块在斜45度。四肢部分，这两家的前肢都有做这种三角形的形状畸变，但明显感觉 NA 的这一块坡度会做得更加明显，所以这个区分起来效果也会更好。后肢的形状差不多，也是符合动画片里边的那个形象，但是 NA 这一块多做了一个活动的关节，魔方这一块是没有关节的。从上方对比看体型，NA 的这个明显伙食比较好啊，肚子胖胖的、圆滚滚的。魔方的这一块呢，就比较瘦弱了。怎么形容呢？我给你做个比较吧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同一窝生出来的熊崽子，你看看这只多胖，那这个就吃的稍微瘦一点点啊。所以感谢我们的特邀嘉宾双眼皮儿和小约翰可汗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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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去吧。哎哥，你别给我啃喽！你咋逮啥都吃？你都胖成啥样了你啊？你都胖成啥样？你看这肚子，秀不秀？魔方这里尽量保证了一体的这个整面，也是为了向动画片里边的一个形象去靠拢。但是后半截这里中间类似于星云锁链一样的地方，很多段的轴夹在了中间。NA 的这一个呢，不同于之前的那种动画感觉，这里边做了一个切割的陷害。它把一些细节做得很好啊，再加上这个脊椎做的也比魔方的这一版要粗一些，看明显差不多宽出来1倍的一个粗细。但后半截这里中间并没有做夹层啊，就是2条腿对在一起的。NA 的这一款是整个上了漆的，所以整个的头部龙形会呈现出一种橘黄色的感觉，2只脚也是发那种奶白的味道。头盾的位置它做了那种鼓起来的效果，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平面的，立体感这一块的层次会很饱满。魔方的这颗头呢是用尼龙的颜色，整体会呈现出一种柠檬黄的味道吧。然后龙角这一块是发灰白色，头盾的位置是一个整个的片儿下来的，很平整，但是也能感觉到头盾的每一片中间这里有稍微隆起的一个极，可惜做的效果并不是很明显啊，所以横着看的话还是一个板子的厚度，没有更多的曲线。但龙头的这一块眉骨曲线过渡，我觉得做的还是不错的。NA 的这个眉骨曲线幅度会很小，几乎是一个平的，但眼睛涂的这种金属漆啊，
像是宝石蓝一样的眼睛，甚至瞳孔里边的那种感觉一层一层也有刻画出来。瞳孔还点了一点点的黑色啊，所以这个灵性感做得很好。魔方的就是一道漆了，蓝色涂上去，并没有瞳孔的刻画。下巴这里的弧度也明显不一样。NA 的这个嘴呀、它是带着这种鸟嘴、鸟喙式的感觉啊，弧度非常明显，是弯的。魔方的这一块呢，基本上下巴这里是直线下来的，所以它不带钩。我们把这3个洞插上，啊，滋放电的感觉。魔方的这个就没有了啊。所以呢，这个特效感觉质感是不是瞬间高了一个档次啊？你放在一块一对比，瞬间人家这身亮亮的漆面，再加上这种特效键的处理，摆在那里看，确实质感会更加的高级。而龙形整体看下来的效果，因为 NA 是全件上漆的，所以对着光会显现出那种油亮的质感，看起来会非常的高级。魔方的表面就是那种尼龙的原色了，而且会有一种磨砂的质感，摸起来手上啊就哑光面那种涩的。但我个人来说，我还是更喜欢这种尼龙的这种发色的感觉去做动画的造型。NA 的这个，我觉得做玩具造型的话，质感会更加的高级。包括我之前也说嘛 ，NA 在做记忆玩具配色的角色的时候，上漆上的都特别用心，很多细节点缀出来，再加上这种亮亮的漆面效果，质感真的一看就很值钱的那种。魔方没别的，就是对于动画片里边的一个还原度的要素把握的都是很到位的。再有一个就是在颜色方面，魔方的这个是灰，这就是灰，深是深，浅是浅。NA 的这个漆面其实是有一点发青蓝色的，在灰上边又加了一点点的青蓝，所以这2个单看可能问题不大，放在一起对比就会效果特别的明显。那么以上就是上半集 NA 的铁渣和魔方的龙形进行的横向比较了。总体来评价一下 NA 的铁渣吧，我感觉啊，变形这一块 NA 真的是把我拿捏的死死的，很多的结构转换，每一个面的设计，以及对角切割，来符合动画片里边那种很取巧的零件取舍的时候，我觉得真的这个结构设计是让我肃然起敬的感觉，瞬间回到了08动画玩具时期的那种美好的结构转换所带来的乐趣吧。但 NA 啊，其实它也有不好的地方。第一个，龙形的尾巴为了保证它的可动性以及人形态收纳的一个关系啊，所以尾巴显得有一些短。再加上在收纳到了腿部之后，让小腿整个的加粗了，这一点我觉得有点得不偿失，反而是破坏了腿部的一体性、结构的转换、变形的逻辑，都是这一款 NA 铁渣的最大优势。但人形态的还原度，我觉得还是差了一些意思，并没有做出来铁渣那种强壮的倒三角的感觉。真要和自家同期比较的话，我觉得并没有超越淤泥带给我的那种惊艳感，但也比之前推出的钢索和飞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要更高一些吧，可以说是仅次于淤泥。但是这个变形结构实在是太戳人了，相当的好玩。做工质感秉承着 NA 家一贯的优良传统，全身涂漆效果也是闪闪发光，亮亮的。会有很多朋友们喜欢这种上完漆以后的这种精致感吧。那么得嘞，上半集我们就玩到这儿，下半集我们来看魔方的效果如何。